我是 Angela。就在前几天呢，就是我来澳洲刚满1年的时间，我想要录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想，包含这1年当中的一些体悟，也算是给自己的交代。读书时期可以出国留学的人，然后在国外生活，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事情，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当我毕业之后，我就直接工作2年半，这期间我感到压力非常的大，导致我常常做噩梦，就让我心里面想要逃的心更加坚定了。所以我就决定，为了不让我的青春后悔，我就辞掉我的工作，然后一个人来到澳洲打工度假。还好我在 Brisbane 有认识的朋友。他帮助我很多，也在刚开始的时候省去了很多难事。在我的想象里，我以为来澳洲的这1年，我就可以说的一口好英语，但是 no， 你走在城市里呀，每5公尺就会遇到一个人讲中文。再说人总是依赖习惯，如果有人跟我说中文，我哪会对他说英文啊？所以我本人学习英文的进度是非常缓慢的。再说要找到一个全英文的环境，实在是有点困难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抱持着美好的想象，以为来澳洲可以学好英文，太天真了。但也不是不可能啦，只是7分靠打拼。在这里，我遇过好多跟我一样打工度假的外国人，即使英文不是他们的母语，他们也说的比我流利太多了。更不用说我还要跟他们去竞争抢工作，就连他们都很难在城市找到一个正职的工作。这就是证实了，即使你的英文好，这边的雇主呢还是倾向于请当地人，所以对工作也不要抱有太美好的期待，除非你甘愿去餐厅打黑工，否则大概也只剩下在农场里摘水果之类的工作了。以上就是现实的残酷。现在我要来分享一些比较正向的感想。我采过柠檬、橘子、小番茄，还在包装厂里面工作过。我最喜欢的，竟然是在大太阳底下采过。我在出发之前呢，我家里的长辈非常担心我，因为我在家是宝贝女儿，在外面是钢琴老师，这些监狱手怎么吃得了苦？他们又怕我晒黑变丑。但其实呢，真的没这么辛苦啊！而且我做得非常开心的，比之前上班的时候还要自由，还要快乐。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亲近大自然的关系吧。虽然这些经验没有办法写上我的履历表，在我回台湾之后帮助我求职，但是这是在我人生当中非常可贵的经验，而且我感到非常的骄傲，因为我知道呢，虽然会很辛苦，我还是行动了，而且在面对了之后，我发现其实自己承受得起，还非常享受。我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年轻人草莓族。我爸曾经还说我大概2-3个月就会哭着回家，其实现在是他哭着叫我赶快回去了。自从我住在背包客栈，看过形形色色的背包客，发现很多人缺乏公德心，不尊重别人，工作不负责任，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贴标签，人家会以你的国籍以偏概全。所以出国在外，我可不想丢台湾人的脸。我总是提醒自己要自律，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和品性。我在背包客栈过的生活，比在家过得还有规矩。即使别人活得乱七八糟，我也不想随波逐流。我常常很生气，其他人影响到我，我就当他们是狗改不了，我就当他们家小茶，不管他们计较，做好自己就行。我知道大家一定最好奇赚多少钱。我先感谢你看到这里，你要马上把我的影片关掉。我先说一下，其实我是一个澳洲打工度假的反面教材，因为在前面6个月，我只有工作4个月，并且都是在打黑工，收支平衡，没有存钱。我一开始赚钱呢，是到搬到本的4个月，我大概赚了台币24万，听起来好像很多，但是房租和生活费将近1半，赚多少不难，是存多少才是本事。我承认我没有很省，没有存多少，只有把带来澳洲的钱赚回本而已。刚开始我也是一直在脸书社团、背包客栈各种中文的网站上面兜转，然后发现找工作真的很难，而且工头他们 po 文真人的那些资讯都非常不透明，
如果你有朋友跟你一起来，顶多就被骗当做上一课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自己一个人，真的不要冒险，还是建议去找澳洲当地的人力中介，或者是就找工作旅社，比较方便、安全，沟通不用自己找。人生体验，增进生活能力、语言的能力，认识各国的好朋友，还要认识不同的价值观，还有旅游，还有钱，这些种种，至少收获一点再回去。不要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，如果过得跟在台湾的家一样没什么两样，那来这里干嘛？我希望呢，每一个人在澳洲打工度假之后，回去都可以信誓旦旦的说，我不后悔。我想要分享的还有很多，就留到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